Hello，大家好，我是鸟巢，欢迎来到潮摄影讲堂。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2020年6月，那么最新版本的 Lightroom 目前已经到 9.2.1 那么 Camera Raw 它的版本是 12.2.1， 那么这个同时应该 Photoshop 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像相机的支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Lightroom 有什么新的功能，我们来看看。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Lightroom Classic 2020年2月版的功能，那么6月版的话是多了支援，就是我们Nikon相机啦，Nikon 的这个最新的机皇 D6 D6，这次也在我们的 9.2.1 版，那么有一个全新的支援。那还有其他厂牌的，比如说徕卡的 S3 还有Canon 的这些新相机，还有 Samsung 的手机。OK，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9.2 版的时候，这个 Lightroom Classic 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新的功能。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全新的功能，叫做设定 RAW 影像的预设设定。好，那么这个设定 RAW 影像的预设设定，那么它的运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的一个简易的教学，在我们的编辑选单里面找到偏好设定，然后再去找到我们的预设级的标签页Tab， 那么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次的新功能。那么这个新功能呢，它又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所有档案的通用型的这种预设值的设定，或是个别相机然后个别分配你自己习惯的预设级这两种方式。那么我们到 Lightroom 来演示一次给大家看看。好，那么先进到我们的Lightroom， 然后呢，我要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然后比较夸张的这个调整。那等一下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我们做的这些调整非常的明显好，我比较明显的做上颜色，颜色应该是最容易觉得很明显的加强一点反差。好，所以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强烈的色彩上面的一个预设级，然后把它存起来，存在我们的预设级的这个栏位里面。OK， 我们原本预设级就有这么多东西了啦那么我再增添一个新的，建立预设级，然后让这边就命名一个鸟巢蓝色蓝紫色。OK， 那么这边就按照它原本的勾选就可以了这边都没有问题。然后群组，那么我设定新的群组的名称鸟巢 OK， 那么就按建立。好，建立，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预设级名称是鸟巢嘛，蓝紫色。好，那么我们去到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在 Mac 里面的话，是在我们的软体的选单，那么去找到我们的偏好设定，然后这个 Tab 标签的第二个叫做预设级，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说它会是以主档案，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种相机，只要你拍的 RAW 档，那么你都可以用这个功能也就是说你不去分说不同的厂牌，然后你赋予它不同的预设级，没有，你就是一视同仁，那么你就可以用主档案的功能，然后直接去设定它。那么在这个跳出式的选单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是 Adobe 的预设那其实就是说就是用的是 Adobe 我们的这个 Lightroom 的一个基础的设定。再来呢，这个相机设定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 Lightroom 它有支援可能某一个厂牌各个厂牌的相机上面的设定，如果它可以match 匹配的话，那么它就帮你做这个设定。不过我想其实每个厂牌的相机它的功能都不尽相同，所以能匹配的大概应该也是一些比较
初级表面的太细腻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完整的匹配。好，那么第3个预设集，也就是说我们把接下来的弱档读进来之后，那么它会帮我们做上我们选定的预设集的项目。有没有看到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Librem Classic 所提供的一些基本的预设集那么刚刚我建立的有没有看到刚刚我建立的，那么这个鸟巢蓝紫色我把它选了之后，那么之后所有的row档只要被读进来，一定会被预先的载入这一个预设集好，那当然我没有要做这么简单，我想要把我的各种不同相机我有各式各样的相机，还有其他学员分享给我的这个 row 档，那么我都想要帮他们设定一些不同的这个预设集，我们来试试看。那我们就要来选这个针对特定相机置换主要的设定，把它勾选。勾选之后，你可以看到这相机的这个跳出式的清单里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各式各样的都是这种亿万级的这个画素的相机那么有哈苏，有富士，那么 OK， 还有我们的尼康的一些相机 OK 都有看到那么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的软体有针对可能我之前已经载入的 row 档，那在我们的编目资料库里面，那么它去把它分类出来说我有这些相机的型号的这个 row 档曾经被载入过，那么它就把它安排成一个清单，方便我来选择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有单纯的型号，然后还有型号后面它有一个很像是序号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呢？好，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 Lightroom 它线上的说明我这边可以看到，如果您要根据序号建立相机的预设设定，请选取显示序号的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也许你同一款机器你有2台，那么如果他们之前已经弱档被读进 Lightroom 过之后，那么它的序号也会被读取进来，然后被作为标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像这个富士的 GFX 100，那么有2个不同的序号被标记出来，那么我就可以选其中一个，然后来做接下来的预设集的一个设定然后另外一台也来做设定那么我们选完之后，那么必须给它一个建立预设，点选建立预设，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好，这个也把它建立上去。那么建立上去之后，如果你想要修改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它登记上去的项目的最右边，那么可以进行所谓的预设集的修改你可以修改哇，非常的方便呢那么我等一下要载入的照片大概是什么 D200、D800，然后尼康 V1 这一类的，所以我把它们稍微设定一下，建立。那么我的预设集就都选一样的好了。那么你可以很快速的看到这些预设被作用上这个刚读进来的 row 档上面。GS85 建立，看一下D200 D800。OK，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好，我们关闭偏好设定，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输入的部分读入，然后去找到我们要载入的照片，
桌面，的，看一下啊、使用者桌面。好，找到了。好，那么这些照片有什么 P7700，然后你控 V1，你控的 D200、D850、D800、D300哦，各式各样的，还有 Panasonic 的 GX85。好，那么我们就把它读进来吧。读入。好，那当然就是一段时间的读入，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浴室的一个建立。OK， 我看到哦，马上就建立上去了。哦，虽然这个颜色看起来有点恐怖，可是你可以看到马上我们的这些预设的设定，那么就被在读取进来之后，然后马上作用上去。好，我们进到我们的编辑相片模组。好，那么如果我临时想要把这个预设给改回其他的比较原始的这个设定，那么应该怎么去改变它呢？我直觉会想到说，我按重设可不可以？按一下，不理我其他的嘞，哎呦，都不理我。好，所以这个方法就没用了哦。这个方法跟上面的选单这边也都是一样，重设所有的设定，我会点一下，也不行。所以该不会是要回到我们的偏好设定里面去修改？好，我们来看看。然后偏好设定，然后 OK，不同的相机型号，那么这边有一个更新预设值啦，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相机设定，相机设定应该，比如说我用上面这个主档案好了就是把它这个关掉，这样子我可以针对很多台相机型号都一次的把它修改成我要的设定当然你也可以个别的去切换个别的去更新。好，那么我就试一下这个主档案的这个方式，然后选择相机设定，然后关掉。那么关掉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再来按一下这个重设。哎呦，真的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相机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效果。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针对设定 RAW 档影像的预设设定，在我们的 Lightroom Classic 9.2，那么提供的一个新的功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优化的功能优化的功能。那么什么样的一个优化功能呢？像我们之前有使用到所谓的同步化或是自动同步化，那么这两个功能都非常的有效率好用。那么我们的自动同步化通常是在我们选择了2张照片之后，那么在这个按钮这个地方它会亮起来这是新版本它会亮起来。那么之前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个标记它不会亮起来，那么现在它亮起来了。那么它亮起来之后，我们就知道现在自动同步化在作用中。那么避免我们不小心其实我们没有要做自动同步化，却不小心把它开启了。那么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提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这里。然后我们现在是我想把所有的照片都重设了那么就所有照片都选起来然后按重设。那请注意中间这边会有一些提示，你注意看一下。点选有没有已更新17个影像，那么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刚刚作用的一些效果，那么它的
影像的数量有多少，那么提醒你。那么现在它还是亮着，你就说我现在如果不想要自动同步化那么我必须要把它关闭，这样就不会把一些没有必要的功能给作用在其他的照片上面的。好，这样的一个优化其实还蛮贴心的避免我们发生这个不必要的多余的错误步骤。今天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个 Lightroom Classic 9.2.1 版的一些新增的功能跟新提供的相机的资源，还有优化的功能那么你都学会了吗？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